微博的一条话题引发了无数人的争论。许多网友表示，婆媳天生就是围绕一个男人产生的三角关系，不管表面多融洽，本质上还是情敌关系。但不少中肯的评论也说，不投入过多感情，亲如母女不可能，相敬如宾就好。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中国式关系里，剪不断理还乱的应该就是婆媳了。家长里短、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可避免，婆媳矛盾也接踵而来。难道婆媳天生就只能如此吗？也许不。这位在抖音爆红的素人婆婆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婆婆叫丽娃，儿媳叫小苏，儿子叫大东，孩子叫恩宝，一家4口，有老有小。媳妇儿小苏将自己和婆婆生活的点点滴滴拍成小视频发在抖音上。在我的婆婆叫丽佳的系列视频中，有家长里短的碎碎念，有婆媳相处的温馨时刻，100多段视频瞬间获赞800万。上万条评论当中，随便一节便是各网友迎面而来的柠檬。最让妈妈们有共鸣的一定是婆婆带娃。每一个婆婆带娃的时候，脸上都会写上2个大字：宠爱。恩宝睡着了还不舍得放下，一定要再抱一会儿。妈，放床上去吧，你还抱着干啥？心疼想一直抱着。恩宝4仰8叉地躺在床上睡觉，婆婆和大东一左一右趴在床上，宠爱之情藏都藏不住，怎么这么可爱啊？一进家门就迫不及待，一脸骄傲地跟儿媳说，今天给宝宝穿了新衣服，小区里所有人看见都说宝宝萌萌哒，瞬间引起一片赞同。有位宝妈评论说，我婆婆也是这样子的，回家之后啊，每一句夸赞都要细细品味，比听到别人夸她还开心。有了孙女之后，每个婆婆都会化身全能艺术家，既能作词又能作曲，唱歌更是不在话下。歌词简单，却让人感到十分温暖。孩子出生后，每位婆婆和妈妈都几乎倾尽全力去照顾，去培养。一边不厌其烦地换着尿布，擦着屁股，一边在脑中细细描绘孩子的未来的每一种可能。如果问世界上最纯粹、最不计较回报的爱是什么，那一定是每一位长辈对孩子的爱。但哪怕再想宠孩子，面对天天捧着育儿书仔细研究的儿媳，婆婆脸上又写上了4个大字：虚心学习。不同于别的婆婆，疼爱之余便不顾卫生安全，背着媳妇儿偷偷对孩子又抱又亲，甚至反对媳妇儿的育儿观，故意与媳妇儿对着干。婆婆丽娃虽然对孩子满心的疼爱，但也是谨守本分。媳妇儿给婴儿床装上隔离网之后，婆婆不能随时亲亲抱抱，也毫无怨言，孩子的安全最重要。有一种冷叫奶奶觉得你冷，她夏天带宝宝体检，拆了3个尿不湿铺在宝宝身上。儿媳说会有误病，婆婆丽娃没有像别的恶婆婆一样固执己见，而是询问儿媳，宝宝吹空调没事儿吧？得到肯定回答之后，便乖乖取下，表示理解。可是说实话，带孩子的确能让人感受到满满的幸福，但也真的很累。喜欢打麻将，但是为了孩子死都不去麻将馆。他说，我现在没有心思打麻将，等孩子3岁之后我再去。哪怕饿得罩不住，也要把孩子哄睡着，这时候才能蹑手蹑脚，匆匆去煮一碗米线吃。儿媳带孩子出门逛街，婆婆笑眯眯地说，我今天终于可以偷懒了，就算不吃饭也要完整睡一觉。带过孩子的人都知道，1岁的宝宝半夜醒来5、6次都是常事，孩子醒来你都得跟着醒来，几乎没有一天能睡足。婆媳相处最需要的是一份尊重和体谅，婆婆要尊重儿媳带孩子的方法和理念，儿媳要体谅婆婆带孩子的辛苦与不容易。有时候争个谁对谁错，争个脸红耳赤，其实没有必要，因为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好。
只有在充分的相互理解与尊重之后，婆媳之间的冲突才会销声匿迹。但是两个陌生的女人相处，生活中总免不了磕磕碰碰。但是高情商的婆婆丽娃，在面对媳妇儿的问题时，充分发挥了东北人天生的高情商和幽默。而且吐槽生完孩子后没有合适的衣服穿，婆婆便要带儿媳去逛街，嘴里还念叨着衣服有价，青春无价。和媳妇儿一起吃串串，虽然嘴上说着不吃，但身体却很诚实。在媳妇儿健康问题上，她也很注意，而且在秋冬快上火的时候，口腔也特别容易干燥。婆婆会买片仔癀牙膏给媳妇儿用，片仔癀牙膏特含片仔癀活性成分，可以有效缓解口腔上火等问题，让你想吃就吃。七夕节，婆媳俩统一战线，儿媳帮婆婆问公公要玫瑰花，婆婆帮儿媳问儿子要大红包，其乐融融，评论里满是羡慕。有人说媳妇儿就应该怕婆婆，和婆婆亲如母子，显得没大没小。但婆婆丽娃回应，人和人相处为什么要让人怕你？应该让别人服你，怕你只会和你越来越远。以理服人，而不是以辈分服人，这是婆婆丽娃对婆媳关系一针见血的看法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儿媳心服口服地对婆婆吹起了彩虹屁，夸婆婆厨艺好，夸婆婆跳舞好。婆媳关系是相互的，不光婆婆要性格好，儿媳也要会欣赏，珠联璧合，才能有如此的和谐画面。在婆媳关系中，最重要的人便是婆婆的儿子，你的老公。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，台湾导演沈可花了7年时间跟拍了8对夫妻，其中有一位丈夫说自己作为男生要顾的东西很多，家庭的重担都压在他身上，他希望妻子为他分担照顾父母的重担，因此常常会站在父母的角度去和妻子沟通。但他不知道，这种想法才是最伤人的。在面对你父母的时候，你应该让我感觉你是跟我站在一起处理事情的。你代表你爸妈来处理我们和你爸妈，或者我和你爸妈的关系，我会觉得孤立无援。每个女人一定或多或少的对这句话感同身受。当两个原本陌生的女人因为一个男人而聚在一起时，最容易发生的是争夺，最害怕的是自己孤立无援。但婆婆丽娃却看得透彻。有一次，媳妇儿问婆婆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好，婆婆说，因为我爱你老公，所以我要对你好呀，你要和他过一辈子，你们俩过好了，我这个老人也就安心了。媳妇儿说老公地位最低，婆婆赞同，但她又说倒过来，他就是我心里的第一。好的婆媳关系的基础是在不同位置上的爱，是母爱和情爱，而不是争夺。同样，这只有当男人明白母亲陪伴自己前半生，老婆陪伴自己后半生时，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小苏回家的时候，婆婆和老公一起热烈欢迎。大东回家的时候，妈妈和老婆一起准备了小龙虾惊喜。人与人共处于一间屋檐下，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婆婆丽娃一家人相处之道值得每个人学习。婆婆懂得向后退一步，不掺和小两口的家事，拥有自己的生活和爱好。儿媳记得回头看，懂得感激，不要把婆婆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。要明白，婆婆帮忙带娃是情分，而不是本分。男人懂得向前跨一步，因为和你度过今后几十年时光的，是站在你身边的妻子。所以啊，唯有3个人都明白自己的位置，才能成为人人都羡慕的一家人。好啦，今天我就陪你到这儿。